4月中旬的白宫记者会上，出现了一个让人后脊背发凉的瞬间。当时有记者当面递给川普一长串失踪死亡名字，有搞反重力推进的顶尖女科学家，有常年掌管美国空军黑科技盘子的前任少将，还有一长溜全是摸过火箭推进器、深空任务和绝密航天器硬件的国宝级大脑。记者这刀子捅得很直接，总统先生，这2年为什么偏偏是这些碰过极端敏感项目的人像中了邪一样，一个接一个没了？川普停了一下，说我正在了解这个情况。紧接着他又补了半句话，可能还有第11个。连一向偏袒建制派的 CBS 在后来的报道里都直犯嘀咕，说川普把这件事定性为很严重，甚至私下里拉上了 FBI 和能源部去整体复核。问题是这句可能还有第11个，居然是从总统嘴里说出来的，口气根本就不像一个成竹在胸的人，倒更像是他也只能听着里面传出来的惨叫声，却根本摸不到那只黑手。到底是个什么见不得光的黑项目，能让一批国家级的最强大脑一个个像水汽一样蒸发？而台面上握着美国最高权力的华盛顿，到头来却只能憋屈地吐出4个字：我在了解。一出这种离奇命案，总有人爱往天上扯，什么外星人灭口啦，什么共济会阴谋啦。朋友们，别往天上看了，真正在举着屠刀疯狂灭口的，就端着红酒杯安安稳稳地坐在华盛顿的沼泽地里。白宫、五角大楼，再加上那几家富可敌国的军工巨头，他们里头的一小撮人死死捏着华盛顿的一块免死金牌，特殊项目权限 SAP， 不让外人看，不让外人问，出了人命还方便就地掩埋。美国国会为了几百亿的明面军费吵得脸红脖子粗，那叫白预算，是拿出来给老百姓看的账本。五角大楼报账说，给军队买个咖啡杯花了$1200，买个马桶盖报了$10000。别以为美军的采购官都是傻子，多出来的那些天文数字全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洗进了最高机密的 SAP 账户里。这笔钱不用过国会听证，躲开了一切外部审计。他们拿这些老百姓的血汗钱干了什么，谁都不知道。这套系统里最隐秘，出了事儿最方便甩锅的活全挂在谁的名下？国防承包商。洛克希德、马丁、诺斯罗普、格鲁曼，这些军火巨头的名字为什么老出来晃悠？因为旋转门的存在。你今天还是五角大楼里手握1000亿大权的采购将军，明天退役大门一转，你摇身一变成了军工企业的跨国高管。再过几年大选换届，门再一转，你又回国防部当部长去了。买装备的是你，卖装备的是你，最后负责查账的还是你那帮老兄弟。自己批钱自己赚，自己挖坑自己埋。出了命案，案子刚露头，上面冷冰冰地压下来4个字：国家安全。警察就不敢查了，只要冷冷地爆出一个项目代号， FBI 的探员都得乖乖走人。你现在再回头看看开头那10个带血的名字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让人发冷了。这种见光死的东西，必须得有一个被人灌上水泥，加上钢板，换上密码锁，最后被彻底焊死的决定性瞬间。这个瞬间就发生在2001年到2003年。当时站在台前抡大锤焊死这扇门的是2个老熟人，一个是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，另一个是副总统迪克切尼。咱们先看拉姆斯菲尔德。2001年9月10号，也就是911之前的一天，拉姆斯菲尔德站在五角大楼的讲台上，当着全国媒体的面，他说美国国防部有整整2.3万亿美元的烂账，追不清对不上，下落不明。那是2万3千亿啊，他说要彻查。结果呢，不到24小时，9月11日，飞机不偏不倚，正正好好撞进了五角大楼刚翻修过的财务审计区。账本烧了，
查账的人死了，这2.3万亿从此成了美国历史上的千古悬案。从双子塔倒塌的那一刻起，华盛顿沼泽地里那些本来就想关上的黑门，借着这股滚滚浓烟，关得更死，焊得更牢了。9月14号，国会火速通过了 AUMF 授权使用武力决议，18号总统签字。这可不是一般的法案。以前那些需要国会一层层扒皮过堂质询的黑项目，从这一刻起，只要往反恐战争这个大口袋里一塞，贴上个国家安全的标签，谁敢查谁就是通敌。再过1个月，10月26号，爱国者法案落地。司法部后来自己都承认，这法案一下子就把电子监控、跨部门查阅的权力放大了无数倍。可门里头那帮搞黑项目的权贵却藏进了绝对的黑暗里。紧接着到了2002年，五角大楼底下的黑科技大本营 DARPA 又搞出了信息感知办公室 IAO， 把各部门数据连起来，织成了一张真正的天网。拉姆斯菲尔德在前面把门做厚，把网做大。切尼在后头干什么？2004年，切尼搞了个能源工作组，外界媒体和环保组织就想知道一件事：到底有哪些能源大鳄进过你副总统的办公室？政策是怎么定出来的？结果切尼死活不交名单，硬是把这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。2003年到2004年，副总统办公室拒交保密报告，直接把检察人员挡在门外，甚至说我们副总统办公室不算普通的行政机构，你管不着。所以你现在把这些历史拼图全拼在一起，就全懂了。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这对老搭档，他们最狠的地方就是在911的废墟上替华盛顿深处这套秘密系统做了3件最不可逆转的大事。第一，把手里的特权往上收；第二，把监控外面的眼睛往里吸；第三，把深层政府门上的铁锁往死里夹。从那以后，像 UAP 这类黑项目，很多东西就不只是停留在保密级别了。你知道它就在那儿，你也知道他在疯狂的花钱雇人做实验，可你就是看不见。现在把镜头拉到最近，2025年11月3日，迪克·切尼去世，84岁。这种人死了，前总统说话，前副总统说话，现任政府至少表个态，哪怕只有10几个字也得有。结果那一周，川普之前的4任总统都说了，连其他前副总统后来补话的人也陆续开口了，只有川普几乎一字不碰。白宫被追问的时候，只轻轻给了一句：总统知道这件事。这不是能解释干净的沉默。切尼家跟川普有旧仇，利兹、切尼和川普翻脸，老切尼也公开站过对立面，这些都成立。可是川普不是一个会对大事装听不见的人。俄乌局势、中东问题、关税移民问题、美联储、FBI， 川普都发表意见，唯独切尼死了，他不说话。这就说明，对今天的白宫来说，切尼代表的不只是一个政敌，而是一整层华盛顿最隐秘的沼泽，一张几十年搭出来的牢网。白宫一根线，五角大楼一根线，情报系统一根线，军工承包商再一根线。而切尼是这张网里最老、最懂门道，也最知道哪些东西绝不能见光的人之一。所以真正冷的地方，不是川普不给面子，而是川普连碰都不愿意碰。因为碰切尼不只是碰一个死人，是碰一整个50年都没散干净的深层沼泽。这种大局越看得明白，越觉得这世道沉。可是有一件事是咱们能抓在自己手里的，脑子清醒，精力跟得上，这场戏才能看下去。这里要特别感谢今天的赞助商普瑞堂玄宝黑参，有效帮助我们固本培元，提升整体的精力和活力，非常适合现在高压快节奏的朋友们做日常保养。只要没买满500美元，就直接送您1颗玄宝黑参原参。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，在结账时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， 立刻享受全球包邮的福利。好，咱们言归正传，
这张几十年的老网现在出大事了。过去切尼这一代深层老教父还在的时候，他们镇得住场子，哪一条线该死死捂住，哪一个刺头该花钱安抚，哪一家媒体的记者该直接挡在门外，这些老掉牙的江湖规矩全在这帮老家伙那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里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这套系统它是统一收口的，主子不发话，下面不敢乱咬人。可一旦这些老教父慢慢退场了，咽气了，最先发生的，你以为是真相大白吗？恰恰相反，是底下的猢狲们先乱了。有人怕吃灰的旧档案被翻出来，有人怕当年贪墨的旧账被新班子接上，有人怕绝密实验的数据跟账本对不上号，还有人怕的更直接，那个早就退休的老伙计，万一哪天喝多了突然开口怎么办？上面没有老教父压阵，下面这帮惊弓之鸟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一条铁律：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先保自己。所以朋友们，你现在再回头去看那一长串带血的名单，你还能把它当成10个孤立的倒霉蛋来看吗？他们被消失的方式乱得极不正常。麻省理工 MIT 的顶尖科学家 Nuno Loureiro 在波士顿自家的门廊前中枪身亡。加州理工天体物理学家 Carl Grillmeyer 也是在自家门廊被人开枪打死，人抓到了，可是动机就是说不清，警察往下查，彻底断了线索。美国宇航局的 Frank Mywald 61岁， JPL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 Michael Hicks 59岁，什么病去世的不展开，有没有验尸细节一个字都不往外给。最瘆人的是那一批连死法都不给你的人， Steven Garcia 大活人一个，说没就没了。 Melissa Cassius 在最高机密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，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他一个人沿着公路往前走。 Anthony Chavez 也是一样，人间蒸发。还有那个航空航天工程师跑出去徒步，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有一个时间点，一段路径，然后整个人直接从人类的视野里被彻底抹除，最后甩给家属和外界的只有2个字：失踪。这是这张庞大旧网的各个节点，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时间，同时开始疯狂的止血。这时候，让我们最后再回到白宫，回到川普那句让人后脊背发凉的冷话：我正在了解这个情况，可能还有第11个。他知道事情正在发生，他也知道这串名单还在继续。所以今天的问题从来就不是门后到底有没有外星人，而是等这扇铁门最终被轰然推开的那一天，站在门口迎接我们的到底是一群人，还是一群浑身是血的野兽？